欢迎来到 CWC Channel iOS 26.2 正式版已经可以下载。这个影片完整的介绍这次的更新内容，首先会来测试延迟值是否在这个版本里头有改善，另外也会介绍这一次更新所有的完整资讯。那如果你要看文字的版本，也欢迎来到本频道的网站叫 cwcchannel.com， 欢迎你来参观。首先就先来测试网络延迟品质的情形。这里我拿了两只手机来做比较，右边这只手机是 iPhone 17，左边是 iPhone 17 Pro， 版本的差异，右边手机是 iOS 26.1， 左边是 26.2， 然后在 5G 的设定里头都是使用 5G 自动模式。那我现在开启 5G， 把 WiFi 关起来，两只手机在相同的模式下开启 5G， 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做测试，来看看两者之间是否有差异。好，那现在我来先重新整理这个网页，确定都是重新开始。好，点选开始。好，两边的结果显示，右边的手机 iPhone 17 iOS 26.1 平均值是大约300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延迟值的上上下下情形，甚至曾一度到了960，这是非常卡的情形。那左边手机已经升级成 iOS 26.2， 稳定度提高非常多，平均值来到了69，虽然曾一度到了200，但是整体来说非常的稳定。因此 26.2 解决了网络延迟卡顿的现象。如果你在用手机浏览网页、看影片、用 LINE 都有延迟缓慢的情形，那相信这一次的更新会对你非常有感。那有关于 LINE 的延迟问题，有人提到即使开启 WiFi 依然会有讯息延迟的现象。我的手机在更新完 26.2 是没有出现讯息延迟的现象，不过不同的机型不同的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结果，因为之前有人提到即使开启 WiFi 也是有同样的情形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遇到相关的问题，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使用感想。影片的第二部分来说明 iOS 26.2 的完整新功能介绍。首先第一个新功能就是这里看到的锁定画面液态玻璃效果 2.0 版本。这个 2.0 版本可以让你来调整玻璃透明的程度。使用方法，点选锁定画面，按下自定，点选时间，在玻璃效果的上方这边出现了可以调整玻璃效果程度的功能，往左是完全透明，往右是不透明的状态。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调整玻璃效果的透明程度。那目前只有在锁定画面可以来调整，如果这个效果真的不错的话，这个 2.0 版本我相信苹果也会导入到 App 里头，变成透明的 App。 好了之后点选下去就完成。如果加上 26.1 的一个新功能加入边框的话，出来的效果也很不一样。如果你来到了设定，辅助使用，显示与文字大小，显示边线，开启之后来到锁定画面，这个时间的效果就变成像是这样子。所以现在苹果提供了更多调整液态玻璃效果的选项功能。那提醒事项现在也加入了新功能紧急提醒事项，它把提醒事项跟闹钟整合在一起了。这里我新增提醒事项，如果你设定好日期、时间，并且开启紧急的话，那它将会有闹钟的效果。而且请注意，即使是专注模式，装置设为静音，闹钟仍会启动。所以我现在设定完成，等待到37分。好，它就响了闹钟。那这里我可以来滑动停止，或者是稍后提醒。第三个值得期待的，其实它不是一个新功能，而是一个界面的改善。也就是当你在使用一些按钮的时候，它的液态玻璃的效果会变得更明显。例如我点选编辑，它就会像泡泡一样跳出来，整个效果非常的流畅。接下来下一个更新是 Podcast， 点选 Podcast， 第一次开启就会有提供新功能的资讯，包括了章节、提及内容以及来自此单集的分享连结。
好，那第一个功能就是章节，它现在可以自动产生章节，让你能够轻松的导览更多的单集。第二个是提及内容，以及第三个来自此单集，这里来说明。当我点选 Podcast 之后，如果在听某一个 Podcast 的内容，多出了章节选项，所以我点选章节，这里它就列出这一个 Podcast 有哪些章节，在什么时间点。另外，我在播放的卷轴上面按住不放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线，告知你说这是哪一个部分。我现在来到这边，变成第3部分，所以我可以快速的来跳选第4部分，来选择特定的章节。下一个是无边记，无边记现在多出了表格，可以让你整理你的内容，另外还可以附加了物件、弹性的布局，还有表格的样式调整。如果你有使用无边记的话，点选附加档案，这里就多出了加入表格。如果你在使用无边记有需要有表格的需求的话，现在可以加入，你可以加入列或者是加入栏，点选2下你就可以打字上去。所以无边记有这个表格的新功能可以使用。下一个是测距仪，这个并没有新的功能，但是在界面上有液态玻璃的效果。选择水平仪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液态玻璃的效果。那这个水平仪主要是看你的水平的状况，如果是歪一边，它就会告知你说，你要把它调正。如果是0绿色的情况下，就是水平状态。如果你有要放照片在墙壁上啊，或者是要钉东西，这个会非常好用。那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有这种液态玻璃的效果。如果呢，我把它放平的话，它会有这种玻璃液态的这种动画，看起来还蛮炫的。好，那你也可以来玩看看。虽然这不是游戏，但是呢，这个效果个人还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测距仪的新的界面。点选设定，来到了一般 AirDrop， 最下面多出了管理已知 AirDrop 联络人。现在的 AirDrop 有2个选项，就是只限联络人，或者是开放所有人10分钟。但有些陌生人我不想要开放给他，希望能够透过输入 code 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可以 AirDrop 的联络人。那这里的使用方法呢，必须是陌生人的情况下才可以用这个功能。那我现在手边并没有陌生人的手机，所以没办法测试。假设有一台陌生人的手机，你可以透过管理的方式来确定他不是你里头的联络人。只要不是你里头的联络人，你想要 AirDrop 给他的话，现在都会多出一个输入 code 的界面，然后输入正确的 code 之后呢，才可以连线使用 AirDrop。那如果你有在使用 Apple News 这个 App 的话，它也有新功能。那 Apple News 只有在北美的地区才可以使用。那如果你有用的话呢，现在有新功能，在 News 这个 App 里头，上方出现的分类包括了 Sports、Puzzles 以及其他的分类，让你能够根据分类来快速的浏览相关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是健康应用程式，在 iOS 26有导入一个睡眠分数的新功能。睡眠分数它会根据3大指标来分析出你的睡眠分数。那苹果之前所使用的分数标准是，如果是90分到100分的话，会是非常高，还有其他的计算分数。那现在新的版本会变得更加严厉，这主要是参考了比较严谨的科学计算之后，把非常高的这个分数改成96到100分之间。那其他的也有做调整。接下来是 Apple Games， 新功能包括了筛选资料库，可以依照类别大小更多的条件来筛选游戏。另外有游戏的控制器支援。第3个是你可以追踪挑战的分数，点选继续。如果你来到了搜寻，这里有更多的筛选可以选择了，像是家庭、解谜、音乐、竞速等等，它就会快速的筛选游戏的类别，来让你找到想要找的游戏。另外，如果你来到了朋友，这里可以挑战朋友，这是一个全新推出的挑战，可以和你的朋友一较高下。这个是游戏的 App 更新。下一个更新是音乐应用程式，在这个 App 里头，如果你有订阅 Apple Music 的话，现在有支援离线的歌词，
之前歌词的显示必须要 WiFi 网络连线，那现在可以在没有 WiFi 的情况下，也可以听音乐、看歌词。另外一个是提醒方面的设定，有一个新的功能，点选设定，辅助使用音讯与视觉。这里有收到提示时闪烁，现在有多出了新功能。之前是有 LED 闪光灯，那现在多出了萤幕闪烁的功能，告知你有讯息来了。你也可以选择两者都闪烁，这样子闪光灯跟前面的萤幕都会有闪烁的效果。如果你想要在各种情况下都在收到通知时有闪烁的话，这里请解锁期间也会闪烁，那静音的情况也会闪烁，这样子各种情况下都会闪烁通知。所以我现在的设定是 LED 闪光灯跟萤幕全部情况下都会闪烁。那我现在来用另外一只手机传 LINE 给我这一只手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闪烁的功能来告知你有通知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设定开启。那另外更新其实跟 26.2 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你是住在北美，现在可以加入 Digital ID。使用方法，请首先来到钱包的应用程式，上方点选加的按钮，这里有驾照和身份证，上面美国就有 Digital ID，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把你的护照转换成数位版的 passport， 所以你在美国境内如果要坐飞机，你就不用携带实体的护照了，你可以使用手机版的 Digital ID 来替代实体的护照。那这里要强调，目前只有支援美国境内，所以其他国家这种数位证件还尚未支援。点选下去，这里就有说明，你可以使用你的美国护照来建立数位身份证，用在于订机票、安检，还有开的新的账户。接下来你必须要拿你的护照到这里来扫描，扫描完之后确认一些资讯才可以使用。如果住在北美地区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来试看看哦。好，这一集的内容就介绍到此为止，希望所有分享的资讯对您有所帮助。有网络延迟问题的也别忘了更新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